传说中远华走私案赖昌星的银窟，曾经美女如云的厦门红楼，现在是什么样子？在厦门曾经有一栋非常有名建筑，名为红楼，90年代的时候可谓是红极一时。今天我也是特地来到这个地方，红楼位于厦门湖里区的怀光路。当年这栋红楼的名气，那可比厦门著名景点还出名。曾经这里车水马龙，非常热闹，在红楼进进出出的人，大多也都是有头有脸的高官富豪，甚至还有明星。到了远华上红楼，被称为一种荣耀，一种身份的象征，让这栋红楼名声鹊起。而这栋红楼并非文化意义上的历史古迹，而是由特大走私犯赖昌星于1996年投资1.4亿元建成。因外墙采用红色涂料而得名，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。从外观上看，它与周边建筑并无显著差异，但其内部却暗藏玄机，成为赖昌星编织利益网的核心据点。服务于犯罪的精密布局，红楼的每一层都被赋予明确的任务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服饰链条。1楼为接待大厅，悬挂红玉当头书法作品，营造虚假的喜庆氛围。2楼是高档餐厅，赖昌星为了招待他的客人，不但四处收罗好酒，还从香港高薪聘请了厨艺精湛的大师傅亲自掌勺。像这样的包间共有4个，可供40-50人同时就餐。赖昌星还特意弄来了不少名人字画，装点气氛，附庸风雅。3楼是桑拿浴房，酒足饭饱之后，客人就可以到这里放松。赖昌星从各地精心物色了数十名年轻美貌的小姐，在这里提供服务，在红楼享受特色服务，既不用花钱，又很安全。赖昌星这样的安排，让一些贪图享乐的人对这里情有独钟。在红楼接待的客人，他们一般都付不小费？不付，都不付。对。因为他们都是公司请客的。那因为谁给钱的？这是那个老板。从办案人员在红楼发现的记账单中不难看出，赖老板为客人支付的费用中，每天仅红楼小姐的小费一项就以万计。去桑拿的话，他们都是先进去冲凉了。大部分客人一般都会按摩，我们都会给他们按摩这样子。然后就说要他们有要求的话，这样子，反正就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子吧。一般人家都什么客人去？去那边客人海关的比较多吧。海关的。还有呢？然后就应该是就政府机关的吧。政府机关的。4楼为歌舞厅，有3个 KTV 包间，所有的设备都采取国际名牌产品，制造出一流的音响和灯光效果。5楼是装修考究的客房，那些在楼下按摩桑拿、新歌起舞之后仍意犹未尽的客人，可在这装修考究的客房里享受进一步的服务。赖昌星的妻子曾明娜的卧室也设在5楼。6楼是总统套房，装修的更加豪华，这是赖昌星为那些他认为比较重要、将来用得着的人准备的。对一些不方便抛头露面的客人，赖昌星会叫人直接把小姐安排到套房里。7楼则是赖昌星的办公室，众多权钱交易、走私计划均在此密谋敲定。了解红楼的人都说，一个人如果经历了从1楼到7楼，享受了红楼的一条龙服务，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赖昌星俘虏。从此以后，他就要反过来为赖昌星的走私犯罪活动提供服务了。赖昌星此人1958年9月出生于福建晋江一个普通家庭，小学3年级便辍学谋生，曾从事垃圾处理、挖井等底层工作。改革开放后，他抓住机遇，与家人合办纺织厂，凭借灵活的经营手段积累了第一桶金，随后落户香港，为后续的违法活动搭建了跨地平台。1994年，赖昌星在厦门成立远华电子有限公司。1996年进一步组建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，表面以正当企业为幌子，实则暗中构建起庞大的走私网络。其走私范围覆盖植物油、石油、香烟、汽车等多种大宗商品，通过伪造单据、打通关节等手段，逃避海关监管，疯狂攫取非法利益。1999年，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东窗事发，涉案金额之巨，涉及人员之广，震惊全国。为逃避法律追究，
赖昌星潜逃至加拿大。此后多年，我国司法机关与加拿大方面持续沟通，推动引渡进程。2011年7月23日，赖昌星被依法遣返回国。2012年5月18日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进行公开审判，认定其犯走私普通货物罪、行贿罪，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走进现在的红楼，发现已经重新再改造装修了，据说是从2004年开始改造成了厦门职工服务中心，一直到2022年都是红颜色的外楼，但现在是重新开始改造。咱们再从马路的对面再远观一下，对面的红楼还是之前的7层建筑。如今知道红楼的人已经越来越少，红楼已经不再是当年的红楼，经过改造以后称为了黄楼。红楼变黄楼，曾经的风光无限的地方也终将黯淡无光地退出人们的视线。离开红楼，我要去探访又一个曾经辉煌但如今已经废弃的景区，它就是厦门的台湾民俗村。我按照地图的标示打车，最后网约车司机把我送进了一个小区。我猜测这个景区的土地应该是被重新开发了。走出小区，我发现远处的山上有一些亭子，于是放飞无人机往这个方向去探索一番。从高空俯瞰，能清晰地看到这里曾经是一处景区，这里是群山环绕，面向大海，远远的还可以看到大小金门岛。如果说赖昌星的创业失败是因为违法犯罪咎由自取，那么这个台湾民俗村的投资人就完全是因为情怀而买了单，是一个令人惋惜的故事。台湾人黄景山是厦门这个台湾民俗村的创建者。黄景山并不是一个生意人，他在台湾是学音乐的艺人，在台湾中视工作。1989年的2月22日，当时来厦门旅游的黄景山第一次见到了金山，也就是现在的台湾民俗村所在地。当时那块地是驻厦某部队的营盘，面积1.8万平方米，在厦门规划中属于旅游用地。他随即和对方谈判，来厦门5天后，他让太太寄来5万美金，7天后他就提前签下租地开发合同。1993年，台湾民俗村正式动工。黄景山根据金山和与金门仅一水之隔的地理位置，将台湾民俗村的开发主题定位彰显闽台文化同源同根的理念。1995年正式开门迎接客人。台湾民俗村刚开园时是厦门市响当当的网红景点，它由锦州乐园、民俗展示区和金山松石3部分组成，既能让游客看台湾少数民族歌舞、赏传统手工艺，又能在游乐园里玩过山车、坐旋转木马，一度成为家庭出游、朋友聚会的首选。那时的园区里每天都挤满了人，孩子们的笑声、商贩的吆喝声、游乐设施的运转声交织在一起，热闹的能盖过海边的浪声。而这样的景象一直到1999年，一切都发展的顺风顺水，可这份热闹并没能一直延续。黄景山在台湾并不是富家子弟，也不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。在台湾民俗村动工兴建时，他拿出的是夫妻2人在台湾艰苦创业10多年的全部积蓄。台湾民俗村从初期的 1.8万平方米、5万平方米扩张到后来的20万平方米、30万平方米，可以说是一直在负债建设。1999年之前，黄景山曾2次回台湾说服家人，变卖了祖上留下的2块土地，以保证工程建设资金的需求。1999年，黄景山决定回家卖掉第3块地，以继续台湾民俗村的开发建设。学音乐出身的黄景山对企业经营的风险并没有足够的认识。随着厦门新景点不断涌现，加上园区经营模式老化，设施逐渐陈旧，游客量慢慢少了下来。黄景山是一个一诺千金的人，在资金链断裂之后，
他曾经对员工许下不返还工资就不离开厦门的承诺，为此孤独一人在厦门过了3个春节。困难的时候，黄景山经常跑到后面的金山上去哭，但最终台湾民俗村的败局还是无法扭转。大约在2016年，台湾民俗村彻底歇业，大门上的锁一点点生锈，园内的景象也开始变样。曾经色彩鲜艳的游乐设施，如今蒙满灰尘，有的还断了零件。展示民俗文化的场馆玻璃破碎，里面的展品不知去向。当年精心修剪的草坪早已被齐腰的荒草占据，偶尔有好奇的人从围墙外张望，只能看到一片荒芜，让人很难联想到这里曾有过的繁华。如今在这里，海风依然吹过环岛路，却吹不回民俗村的旧时光。它像一本被遗忘的相册，夹着厦门旅游业发展的一段记忆，也藏着许多人关于青春、关于陪伴的细碎回忆。或许未来某一天，它会迎来新的变化，但此刻，它就在荒草与时光里，静静诉说着一段从热闹到沉寂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希，今天来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——厦门怪坡。厦门怪坡位于厦门市思明区文增路，通往半岭宫的路上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特色景点。怪坡长约50米，宽约10米。奇特现象是在怪坡上会出现违背常理的现象，如矿泉水瓶会从坡底自动滚向坡顶，骑自行车时上坡异常轻松，而下坡却十分吃力。汽车空挡下坡时也会自动倒退，而且无论怎样尝试，都是这样的现象，给人一种违背物理规律的错觉。这种现象让许多人感到困惑，因此得名怪坡。我到的时候，前面已经有游客开始拿矿泉水在这里做试验了。确实如之前说的那样，矿泉水瓶会从坡底自动滚向坡顶，把水倒出来，水也是自动往上流动的。后来是公路局测量人员对怪坡进行了详细的测量，测量结果显示，所谓的坡底实际比坡顶高1.395米，坡度为2%。之所以出现这种怪象，是因为怪坡地处路口附近，周边地形复杂，从这里看上边坡较高，而下边坡较低，加上周围参照物的影响，使人眼产生了错误的判断，误以为是上坡路，其实是视觉错觉导致的。这里是全天开放的，如果您对这种自然景观感兴趣，可以有机会亲自体验一番。